你觉得《恋爱女子宿舍》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一进来第一秒，大家都知道彼此是喜欢女生的，会觉得你某部分可以被理解，就是一群女生聚在一起，然后聊天的那个美好画面。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很向往。我觉得跟一群喜欢女生的女生在一起，感觉超幸福的，我觉得很开心。来了，啊，那我觉得你这种女生不应该单身哎，就是你那么优质的感觉，打灯笼很难找到。我看他的眼睛吧，也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吧？你就是我的菜，就这样。可是我现在对你有兴趣的话，然后我们又说要先暂停的话，然后你说松一口气，所以什么意思呢？你觉得？他们平常就已经黏在一起黏够久了，还要出去约会。谁怕我玩你吗？你会怕？你有想过吗？谁比较会玩啊？他一直在跟我再三强调说，哦，她就是我妹啊。然后我想说，妹拼妹啊。哪一位嘉宾表现得最不真诚？我觉得是你。但是我可以终止我的恋爱，真的，我不行。但是你有真的喜欢我吗？我有啊。好突然哦。我就觉得为什么跟我你觉得顾虑这么多？会想要跟你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跟你出来蛮舒服的。那有爱上我吗？就是这5年来我第一次就再有这种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哇，真的很会玩，很会玩。OK。本集由蓝星 Villa 和337同居约会赞助播出。我是 Zoe， 平常下班回家比较空闲的时间，我会喜欢自己记录生活，然后剪辑，就是纪念啊，然后偶尔会一直回味，就是拿回来看这样。那你想要找到一段什么样子的关系或者爱情？就是以对方为荣，然后彼此珍惜、尊重，然后永远都可以很坦诚的去回答及提问，不用担心对方在想什么。我自己的个性是很爱哭，我还带卫生纸，我带2、3包吧，因为我怕就是用掉这里的太多。因为其实我人生真是前3到5年也发生很多事情，有一阵子比较低潮，有点遇到一些瓶颈，然后我其实社群有一阵子也没有用，就是有想全部就是回归正轨，然后想要重新开始。你好，嗨，哦，那我是九旭。平常我的朋友会说我很有仪式感，跟很会拍照，因为我们可能出去玩就会互相帮对方拍照这样子。平常下班休息的时候，就是大概2年前开始，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文艺浪漫青年，所以就跑去开始学小提琴。我目前觉得学的有一点落差，但觉得也是一个里程碑。对于外形的喜欢来说的话，我通常会比较喜欢干净整齐，然后面目偏清秀，如果可以比我高就更好的。对，通常是这类型的，然后没有特别在意头发长短。如果有感情对象，我会期待对方是能在我原本既有的生活上，可以带给我更多更好的感受，不管是情绪上的，或是生活体验上，或者是在彼此的分享。好像差不多，但我很怕不小心就会居住地很容易不小心就讲出来。对啊，就现在聊天我有可能。对，我现在也有一点怕。那我们要聊一些，而且我刚才有问你说你从哪里？你对不对？吗？不小心就会先问，就是你从哪边来？这个太容易问到。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种专业感，很有历练吗？我有发现他会观察到很多小细节，他会马上去看。就是他进来看到公约，我都没有发现，
他就开始念那些公约，就是任何桌上或者是墙上有任何资讯，他都会去看。Hello，我叫 Chris。哎，对，可以讲名字，可以讲名字，因为我们很怕揭露资讯。我们在看那个就生活公约，对，年龄、职业、居住地，OK。好，我叫 Chris。平常我会怎么形容自己哦？我觉得应该就是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然后应该有点反差感吧。平常喜欢弹吉他。但我不只喜欢弹吉他，我还很喜欢买吉他。然后买的吉他其实都是蛮不错的琴的。那琴的话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兴趣。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上拳击课，这算是今年新养成的一个兴趣。想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是想要多认识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就是其实我是去年才从国外回台湾嘛，我在国外很多年，应该有6年。那回台湾的主要一个目的是想要开始认真的找对象，但去年一直没有做这件事，不管是因为刚回台湾还在适应所有的生活节奏或什么的种种原因，就没有做这件事。那今年就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开始，所以参加这个节目。Chris， 对 ，Chris， 我是九旭，对。中文就是久的久，天长地久的久哦，然后情绪的绪，哇，久绪。Chris 怎么拼 ？CHRIS。然后你呢？我中文可以，因为我有一个名字是1万2万的万，然后可以叫万，然后英文是 Zoe，Z-O-E-Y。那你喜欢叫哪一个？我其实2个都可以耶，万或 Zoe 都可以。九绪 Chris，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帅妹，他就是酷酷的。第一眼见到 Chris 的时候，也感觉是一个比较酷的类型，就是感觉比较硬，就自己坐在比较旁边的沙发，然后先看我们先到的人的那种感觉。你好 ，Hello， 我是李恩，觉得自己很真诚、天真，但同时也很复杂。兴趣跟嗜好的话，我很喜欢读书，然后我很喜欢找很聪明的人跟我一起讨论书里面的内容。前阵在念社会学的书，最近开始有接触哲学的书。那你觉得你自己在感情里是什么样的人？完完全全120%的恋爱脑，超级投入在恋爱里面。基本上只要一谈恋爱，很多其他事情都会没有办法好好做的那种严重的程度。我喜欢很宽容的人，了解自己也会探索自己的人，对自己跟对别人都要很诚实。那你觉得你自己会在这里动心吗？我觉得有机会在这里动心，因为有看到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人。你好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哦，我是李恩。李恩，李恩，哪一个李？木子李。哪一个恩？恩惠的恩。哦，我是九旭，然后天长地久的久，情绪的绪。九旭。对。第一眼看到九旭的时候，就是我一坐到沙发，九旭马上就转头过来说：“哎。Hello， 你好，我叫做九旭。”然后那时候就吓到，想说这么快就进入节目了吗？他是 NPC 吗？这个人是真的吗？然后我就觉得太快了。你们有吃午餐吗？我没吃，我想吃一点，吃不太下。我有零食，你们要吗？来。为什么会随身带着零食？第一眼看到 Chris， 我就觉得他超帅的。其实没有很敢正眼看他，就是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我可能会喜欢的类型，所以就是眼神上的一直去回避他。
你没吃，你先。谢谢谢谢。你好，你好，你好。我叫 Scarlett， 然后我朋友也叫我 Scarlett， 他们叫我史嘉蕾。我会形容自己偏冷静，蛮省话的。我可能就是不太会有太多的情绪反应，在感情里应该是会比较照顾对方的角色，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先以对方的想法、感受、意见为主。我的理想型个性的话，就是一定要是成熟的，然后有自己的目标跟想法，就是你可能问他你5年后、10年后对生活的想象，他可能10秒内回答你的那种。来参加这个节目是因为应该说是我比较晚才跟家人朋友出柜，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可以说是0，就是有这个机会的话，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可能可以真的了解到底女同志要怎么相处，因为毕竟女生跟女生之间友情跟爱情就是很多时候是一线之隔，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Scarlett。Scarlett， 你好。哦，你们呢？我是 Chris。Christine 的 Chris。好。Scarlett 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哦。非常干净，然后非常笑起来也很好看。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女生很冷的感觉。你那是酒还是水啊？水。我想说，怎么一进场就带酒？你说压力太大了吗？太狠了，对。好，开了，谢谢。传吗？你们吃。你特别带的吗？因为我在想。会不会有人紧张到不敢吃东西？哦，你说来之前不敢？对啊。我觉得是小贴心，然后他有传那个巧克力糖果球给我们，看起来酷酷，可是我觉得他内心应该是有温柔的地方。Hello， 你好。嗨。你好，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Elva。Hello Elva。嗨，大家好，我叫 Elva。我平常的兴趣或休闲活动就是拉小提琴、打匹克球，然后重训，还有学习。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只要对方愿意好好的沟通的话，他不足的地方我会尽力努力帮他补足。比如说他 A 做得很好，但 B 做得不好，但 B 是我们未来共同可能一起需要去面对的，我就会帮他做好 B 的部分。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一个共同体。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要认识人真的是不容易耶。然后尤其是如果你用 App 认识人，很容易遇到诈骗。然后透过这节目，可以有9天的时间跟大家一起相处，很充足的时间了解一个人的个性，所以我选择来参加节目。你现在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特别清楚。好，觉得蛮有趣，因为他戴墨镜，觉得这个人很酷，进室内还是戴着墨镜，很酷。戴墨镜有特别的原因吗？因为有光敏感。所以我很容易就会眼睛累，对，然后再加上因为之前我去做了那个雷射手术，所以就更光敏感。心痒痒的。为什么？紧张啊。哦，你紧张是心痒痒的。还有麻麻的、痒痒的。现在还会？真的。那要不要睡一下？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要干嘛。现在睡得着吗？他现在睡得着吗？我很怕我这个状态会持续到晚上，然后我就会失眠。那这样你怎么会赶来这种节目？社会实验。人生体验这样吗？社会实验。社会实验。所以你在进行一个社会实验。算是。我们是你的实验对象。看你们怎么解读。好。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路。小鹿，你对好。从这边就开始做起。对，好快，你太快了，你好快就做。哦，我想要上厕所，上厕所吗？对，我去上厕所。我特别注意到小鹿，因为他实在是很特别、很活泼。人家都坐定好才自我介绍，他一进来就嗨，大家好，我是小鹿，然后就不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鹿，大家都叫我搞笑女，希望大家可以捧场一下我的小话。我觉得我在感情里面是一个比较，我很愿意付出，也愿意去配合对方的，不管是他喜欢的兴趣，或者是他的工作形态，我都愿意去参与，或者是配合他的工作形态，然后去调整我自己的，例如说时间啊，或者是我自己的有兴趣的事。因为以往我都是比较主动的那个人，我在想我是不是会需要缓下脚步，让对方去可能慢慢的有机会认识我，而不是我都抢先一步的那种感觉。我希望遇到可以深度交流的人，可以彼此照顾的人。我太紧张，所以我带小说来看。所以你要在这边开始看小说。对，好。就它是一个一个短片，然后它一开始小说的形式就是很像剧本，它都会有刮胡说，你们把这个故事大声念出来，然后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念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现在进行到书的讨论环节。你现在是讨论书是吗？对，好好。你们喜欢看书吗？你书好小本哦。对，很可爱。我有带书来，等一下你也有带书给你看。第一眼看到李恩的时候，在想他的造型很酷，蛮前卫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外表长得比较冷冷的嘛，但是他其实个性感觉蛮反差的，什么话都可以接，感觉。大家好，欢迎来到恋爱女子宿舍2。你们大家坐在这边，知道你们彼此有什么共同点吗？都喜欢女的。可以这么说，还有呢？哦，主动的当事人。哦，都是主动型的人吗？真假的？都是暴龙哦？真假的？怎么可能啊？好，没错，你们都是选暴龙的人。有那么多人哦。在这个节目里，来宾会分成2种角色，羊驼跟暴龙。羊驼代表的是比较被动的人，暴龙代表是比较主动的人，需要主动去认识别人，争取约会的机会。现在请你选一个，你觉得你是羊驼还是暴龙？选暴龙。我选择的是暴龙。暴龙。暴龙。所以还有另外7个驼吗？不是7个羊驼吗？真假的大乱斗。2楼有3间房间，然后各坐了1个羊驼，然后他们已经在楼上等你们了。然后他们的门上有贴他们的名字和个人资讯。Oh my god， 3个吗？对，3个人。然后你们现在有45分钟的时间可以上去找他们聊天，然后每间房间都不限制人数。我们超意外，因为我们在楼下很认真的想说，所以就是还有多少人要来？因为一直没有跟我们讲到底有几个人，所以我们一直在猜说还有1个吗？因为我们现场就是7个人，然后结果楼上还有3个，我们觉得超酷的，就没想到制作单位也给我玩这招。所以我们现在开门进去了吗？可是我很想要一群人要冲进去吓他。我们都没有，他说都没有被问这个对啊。对待暴龙比较随便，那我们是一个随便来讲，这个比较少，暴龙比较常出现的。他说我们不能刻意啊，我们不能刻意，但我没有刻意，没有先想好要在哪里吗？我们确保没有一个房间是空的。好贴心哦，好贴心哦，这样很尴尬。我想322，我想直接就这样。那好，那我没有啊，可以不用刻意分啊。反正就都要有，只要他们人就好。你们知道在那间吗？对啊，就好难选。发现几个人的一些特质，会让我觉得，这个人还蛮棒的。那个 Scarlett 可能就会提醒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大家都要有人进去某一个人的房间？有些人确实知道这样做，但是他有出声去提醒这件事情。要计时是吗？我想说想要平均分配一下。好，明白。我们有45分，所以我们现在15换一个。那我第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50分。OK， 35分，就15嘛。笑死！完了，一个感觉。
喽。嗨，怎么称呼？怎么称呼？叫 Ellie 怎么拼 E？E-R-A L 吗？没有。哦，E-R-I 哦，OK，Ellie，你是不是比较害羞？很多人，还是我们要做的离你远？我们要有一点，我们要有一点安全距离。我是 Ellie。好，就直接介绍我自己。对，你想要怎么介绍自己的？不然你可以用3个词形容自己吗？慢熟，有点怕生，熟了可能话会比较多。我的兴趣是听音乐、跟看书，还有逛书店。然后听的音乐是大部分都是 J-Pop， 然后有一些日本偶像的歌。那你会想要唱一下吗？唱歌吗？ねえ君のそばにはもうたくさんの愛が。说的话，我大部分漫画小说，然后日本翻译文学跟推理小说。因为蛮看出版社的排版，所以我一定会去书店就是翻过，没有办法看到内页的书，我很少买。而且我是比较喜欢纸本书。星座，星座，你就要射手。你是射手？我跟你说，这房间有3个射手九妹，你可以猜一下，猜一下。我猜一下。你的直觉，超没有直觉。好，我是射手座。对，就是我是射手座，然后 Chris 也是射手座。嘿，那我是摩羯加水瓶。你原本的生活来说，你原本是有出柜的吗？我算是家人跟朋友，因为不熟的人就不确定到底要不要。就觉得讲的也蛮奇怪的。所以你的家人都很接受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到反对，但是有时候讲话不是。就是可能会说，就是你只是没有遇到男生，然后你才会觉得就是喜欢女生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就是觉得听起来还是就是感觉他还是用自己的见解来，就是没有认同，就是没有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他应该是有出柜，但是家里可能不见得很明白他的选择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确定他是想要证明，还是他想要找更多盟友，找更多跟自己类似的人来有这样的共鸣，就可能没那么孤军奋战吗？我之前因为我觉得我长得偏就是所谓的直女，然后我大部分最常被问就是这个话题，就是你是不是没有跟男生试过，所以你才会喜欢女生。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很没礼貌，但它好像会是一个的确，我觉得比较没有一些可能性别意识或接触比较多性少数的人，他们好像传统观念下意识会这样讲。对，然后如果遇到比较没礼貌的男生，我就觉得说，那你跟男生试过了吗？哦，你没有，那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也许男生可以，你要试一下，你搞不好一试就中。对，然后但是就是其实就是我知道有一些他是没有恶意的，但我可能还是会受伤，然后我就会觉得没关系，那我就把这件事情切开来看。就我觉得你虽然不知道，但我不开心了，可是我自己可能会找其他方式去消化掉。跟 Ellie 聊天的感受是，这个妹妹她一定是个妹妹，然后 Ellie 的话比较少，所以我们尽量让我们的主持人，也就是九旭，也能够多带一点话题。对，那因为 Ellie 话真的是比较少啦，所以我们同样也聊了很多不太重要的事，对，尽量能够让她跟我们多聊天。Hello， 我出去。可以开始。有人好，给你一个。你要吗？没事，我们轮呀，可以。笑死。我是小哲，
我下班之后的兴趣其实蛮多元的。首先我很喜欢走路，因为我喜欢走走逛逛，然后呢到处看各种不同的东西，或者是观察不同地方的人。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喜欢观察吧，所以我蛮喜欢摄影。除此之外，我也喜欢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像比如说之前我学怎么手拉胚做陶艺，然后也喜欢学各种不同的语言。我理想型哦，我觉得我其实对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很看个性跟相处。我发现我常常被吸引的特质是很了解自己要什么，但是同时又对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东西有非常多的好奇心跟包容度。在接触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可以保有一种很尊重的态度。那我觉得我会被这样子的特质所吸引。我会想要参加这个节目的一大原因是希望能够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去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现正的阶段，我觉得是一个蛮满足的阶段，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家人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展开一些新的挑战、新的冒险。就是你为什么会写那？哦，你说我为什么会写那段话吗？第一个选择进的房间就是他的房间，因为看到他的门上面写着希望可以笑得像个孩子一样，我觉得那个是我很向往的关系。我向往的一个关系是可以就是很轻松自在，然后呢有时候为一些那种很蠢的小事情，然后觉得很好笑，然后大家都很舒服的状态是一个我向往的关系形态。所以你们是看到那句话才走选择的吗？对啊，所以还蛮不错。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蛮白痴的人，喜欢会一些白痴小事情，觉得很好笑。我也是。小泽他很健谈，给人的感觉非常放松，而且很舒服。我觉得我自己当初会选羊驼，其实也不见得是根据我实际上在关系里面是主动还是被动，只是我觉得我在一开始的阶段，我会比较喜欢做一个观察，然后就是那跟你有点像，跟我一样，因为我刚就跟他们这样讲。可是我如果今天真的要开启感情的话，就是如果那个进展要怎么开启，那个人必须是我。哦，哎，这个什么原因？我不喜欢被追，我喜欢追人。有道理。那假如今天那个人追求你，你就会觉得就是突然没感觉。好像是就是我算是没有办法日久生情的。我是可以日久生情，对，然后朋友般的相处，我是喜欢的。那你呢？你是日久生情还是？我觉得我大部分的都是日久生情为主。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喜欢的人，有时候是那种我第一眼印象就是对他没有印象特别深，但是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个人的好。我觉得我是蛮常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认识一个人嘛，有时候一开始他给你的呈现的形象，跟其实相处到后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面向展现出来，反差。我想问你们会就是现阶段，你们会很想确定对方很多事情，你才会愿意进入更进一步的关系吗？现阶段的话，我会愿意先去，就是透过关系去快速的了解，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进入关系之后，可以非常非常快速的去了解到一个人他的很多不同面向，像你刚刚说你有很多不同面向，或者你说你有一些反差，就我觉得这些东西有时候是在一开始的那种暧昧阶段，可能不见得可以这么快的看到，但是我先谈再说。对啊，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为什么我来报名这个节目，其中一部分也是这样，就觉得可以很快速的认识大家。我好像跟你相反，就是因为我其实谈超多恋爱，真的，然后好难听，然后真的搞不好对你来说还好，这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我超少的，对我来说很多。然后我是纯爱战士啊，你继续。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以前的我都是就是喜欢就冲嘛这样，可是后来就会受伤啊，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我觉得来这次上节目，我觉得应该要就是当朋友才是比较很久的，所以我会想要就是先跟大家当朋友，然后循序渐进，慢慢。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嘛。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也是很希望获得几段不错的友谊。哦，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有看上一季，然后就觉得哇，大家就是每个人都好棒。对啊，作为一个人，我是很想认识今天每一个人。对啊。对，那你怎么会选羊驼嘞？我就想说，很好奇，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对我写的东西有兴趣？
就是我那个，就是我们两个。谢谢谢谢。哎，我觉得我跟你的喜好蛮像。对啊，谢谢我们过来，拜拜，加油，拜拜，拜拜。我觉得奏也还蛮会问问题的，然后也很会带话题，小哲很健谈，所以我就只是顺着他们两个人的节奏去回应跟答复，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愉快。我觉得小哲看起来就是可能功课超好那种，他很会接话，他回答的也很自然，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的。你好 ，Hello， 那头 ，Hello， 可以坐。你好，娜娜。Hello， 你好。嗨，嗨。怎么舒服怎么做？这是你的吗？对，总是。你刚才在工作吗？好，有点可怜。我叫娜娜，好像有什么兴趣跟喜好，去看电影、看展览、拍底片，就拍照，喜欢创作照片，去打羽球，最近很喜欢去重训。你对这次的旅程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坦白说，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期待，就是放宽心，不想预设东西。虽然我开车过来的路上就是在雪隧里面大叫，然后往车窗外面喊救命啊，因为雪隧没有人听得到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就把车窗打下来，然后就开始大叫，然后然后还对外面比540，很靠近这边的时候，我就开始冷静，然后就这一切都没什么啊，就是。对啊，我就不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太重，就是去体验这事情带给我的感觉就好了。你觉得自己在这边会哭吗？一定会，我在这边一定会哭，我一定哭，我每天哭。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要推广大家多哭，哭是一个很好的情绪，我很享受哭的过程。我很常开车的时候情绪很满，我就放音乐，然后我就哭，不然就大叫。然后就很爽，我就很 enjoy 在那个哭的过程中，然后感受到你的胸口的感觉，然后你释放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好爽。你去体验的那个感受，你没有回避那个感受带给你的情绪，所以我在这里是绝对会哭的，但是哭什么不知道啊。这边景色很好哇，是不是漂亮的小房间？是漂亮的小房间。对啊，你们那边不是这样吗？我们刚刚都在楼下等。所以我们还没看到房间，没错。Okay. 第一眼看到九旭，感觉好像要上班了。主管好。你为什么会选羊驼？我自己也是很主动的人，但是我喜欢另外一个人很强的感觉。我喜欢他很有能力的样子。所以是在情绪表现比较强烈的类型，还是可能在工作能力啊，或是行为那一方面也是？可能他要有一部分他的领域很强。我觉得很欣赏那样，或者是他很能够表现他的情绪，我觉得很不错。所以这是你们选暴龙的原因吗？我更倾向暴龙一点，可是真的准不准用这件事的话，其实一般般，就是都还是看对象。我也是喜欢互相一点，就是没有很明显的去区分谁一定是什么角色的那一种。那你呢？我不太喜欢接近我的人啊。你喜欢你主动追逐的感觉？好像也不是，就是我会。给足暗示明示，让他才可以接近。如果他直接上来就接近，我会直接先拒绝。对，所以你就喜欢你主动的。对，因为我怕靠上来不是我喜欢的，这样还要拒绝很麻烦。对，有道理。今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来宾是娜娜，进到羊驼的房间里面，我觉得娜娜她的至少第一眼的气质，我觉得有点熟悉，但这个熟悉你要问我是哪里来的，我很难回答。但反正就是有一种想要认识他的感觉，所以他整个人散发的气质吧。嗨，你好。一进到那个门。艾莉她没有打招呼，她是这3个房间里面唯一没有打招呼的人。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感觉很像做错事的学生，我就是不应该进到这个房间。你单身很久了？算一下，算一下。
好像2年半吧，还是再多一点，有点不记得。我看到那个气氛，我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是靠着Zoe的这种问问题的方式，才慢慢的去带过这整个话题。所以你也是看完第1季，然后就是觉得很想来参加看看。看到一半然后报名。哦，那个契机是什么？契机，国高中的时候可能会让怀疑自己的性取向，知道，但是也没有到不能接受，只是就是觉得很，可能在朋友那边就是我比较少同圈的朋友。你是不是很紧张？对，没事，没事，就是他觉得我跟其他朋友太近。你要喝水吗？我想说，什么意思？因为我想说还你喉咙，你需要喝水吗？需要。艾莉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她的脸是有在微微的抽搐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整个过程都太辛苦了，就是不管是对艾莉还是对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这样子的情况的我觉得都很辛苦。然后一离开那个房间，我就跟Zoe说，我不行了，我觉得我头好痛。然后，可是我觉得这就是Zoe非常温柔的地方，因为就当我表达说我完全不知道可以跟艾莉说什么的时候，Zoe的第一个反应是她感觉艾莉很紧张，然后她的第二个反应是要不要帮她倒一杯水。然后我就这时候就感觉到天哪，人情的温暖，然后我就有点被Zoe激励到了嘛，我就立刻去拿了杯子，然后去装了一杯水，然后我们就拿去给艾莉，然后我觉得感觉很好。那你有被灵魂拷问吗？有啊，但是还行，我没有很拖。其他人都坐在沙发上，然后他就坐在床上，然后床上有一些他的杂物，就觉得哇，他整个很 chill， 就已经当自己家，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蛮舒适的环境。坐上来的时候也是整个偏有气场的这样子，这样看我，然后我就这种有点被压迫的感觉。你是混血吗？不是，他只是染了眉毛。对，漂了眉毛。而且我觉得你讲话有一个国外的口音，好像有些人会这样子讲。对 ，ABC 没有啦，没有，Purple 吗？Purple 吗 ？OK， 超两代。那你们为什么会选到？我想要选择权在我手上，就是我如果在一个社交场合看到我想认识的，我会自己去找他讲话。OK， 你呢？因为上一季不是有说什么人都会喜欢自己的人吗？我觉得我喜欢我喜欢的。哦，那如果他不喜欢你怎么办？他不喜欢，就一直追，那也没办法啊。对啊，我们要怎样？我脑袋里面都是那个暴龙，暴龙在追羊跑过去。对啊，就是如果对方很主动的话，我觉得也不会不设限了。只是说，如果是第一眼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当主动的。其实我最喜欢应该是娜娜给我的感觉，因为节奏上比较从容一点。比较舒服，你们要一边做一个吗？有3个嘞。那剩下的你们要坐哪？我可以坐这儿。我看到小哲第一眼的时候，我觉得他看起来其实很自在，就他很 chill 的坐在就是那边等大家来，然后 easy 的感觉。你们平常喜欢兴趣嗜好？哇！突然又有点认真了，这个又认真了。我们都有在刚认，我在隔壁瞎聊。我们在隔壁到底都在聊什么？然后就过了15分钟。对，大家就认真来聊一次。可以。你喜欢干嘛？认真的吗？我喜欢的东西也不是很认真好，你说嘛。我喜欢走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搭公车来。哇哦，1点就到了。然后呢，我就一直看那个稻田，觉得很美。好疗愈哦！我觉得超疗愈。就是我发现那个拖行李箱在路上，就是我的行李箱是整个路上最大声的东西。哇，好棒的感觉！就是平常在繁忙的地方就完全没有这样避开，繁忙的地方，对，台湾很多繁忙的地方，台湾到处都很繁忙。很喜欢拍照，就是摄影。如果有人要拍照的话，欢迎找我。然后我也喜欢看书。哪一种书？这可以。我刚刚在看那个《花开时节》，是杨双子的。那小哲也是个非常健谈的妹妹。
对，那感觉出来他知识量非常的丰厚。随便坐，好，怎么舒服怎么坐。好，可以坐床上，你好可爱哦，谢谢。为什么这边还贴一个？因为我昨天长痘痘啊。啊，这是痘痘贴吗？对，我长痘痘。好可爱。然后请坐，请坐。哦，好，可以，这边人抱着比较舒服。谢谢，谢谢。我觉得娜娜一开房门我进去，因为她床上又摆着一个很有个性的耳机，我就觉得她整个人是很有个性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给我呈现一种很像 ABC 的感觉，就是她的外形会是比较吸引我一些的。你感觉好年轻哦，是吗？对啊，哦，你感觉也很小哦。没有，真的啦。我觉得娜娜超可爱，她散发出来的那个气场，觉得独立性很强，然后很有自己的审美跟品味。那个很贵吗？我不知道，别人给我的。哦，好可爱，我可以看吗？可以，甚至可以试戴。真假的？我觉得很适合你，很适合我吗？不哎，好像有哦，有吧？天哪，很适合，我要去买一个。看起来超可爱。Oh my god，里面是有音乐，有音乐，我还在播，好好听，你要不要听？我听一下，我听一下。我自己。OK， 你们继续聊。还是我带着。为什么？我觉得好酷哦，就是跟你聊天的感觉跟刚刚那个房间很不一样就是不同的氛围，就是真的很阳这样子。你是真的有一种秋感哦。那你有反差吗？哦，可能就是比较多人说我长得就是很凶，就是在学校在职场上就是。那慧英长得超可爱的，我觉得真的吗？对啊，没有，我觉得他的感觉气场很强，就是你的外形。你可以切换一下工作模式吗？工作模式，我觉得他脸气场很强啊。就如果不讲话，没有，就他不是柔和，我不觉得那不然你觉得他是？我觉得他就是很不是猫上，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氛围啊，就是在他身边就是有一个。那你有突破那一层，进了这第2层？哇哦，真假的？你是自己人了。我有那个动物般的直觉。动物般直觉。就是我基本上只要基本上就是看一眼，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我喜不喜欢他这样子。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几个长辈，所以如果一见钟情跟日久生情，绝对是一见。OK，我先走了。没有，我觉得是年轻吧，我觉得年轻，你们就这样继续乱猜。他是觉得我比他小很多啊，但是我觉得讲话起来的感觉上就是年纪的频率很像，所以就很快就是蛮舒服的在对话。那现在就是该你们选择的时刻咯。这个选择就是选你们刚刚觉得跟自己最合得来的一位。那待会会请你们轮流的走进他们的房间，开门的瞬间开起来就代表选择了。我们就先从 Chris 这边开始这样子选过去。哦，加油！加油 ！Fight！ Hello， 就坐你旁边吧。所以他长得好干净哦，很能照顾人的那种感觉，在他讲话上。你们刚才还聊了哪些东西刚聊了，大致上先基本认识，感觉每一组的气氛蛮不一样的。但你觉得风格有差吗？还是你觉得差很多？真的吗？第一组是什么？第一组是我们，对，我知道。第一组是你们，那3组有什么样的风格不一样？第一组就是好像要上班了。抱歉。第一组就是你要开始营业了，是吧？好 ，OK。第一组让你热机啊，对不对？让你热机，让你接下来就更好聊。对，就是有吓到暴龙可以这么爆这样子，是吧？Hello，我选娜娜，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超特别，好像我生命中很少遇到这么个性鲜明的人，所以想要多了解一下。我跟你说，请说。我刚才得知一个很让人伤心的消息。怎么了？他说3组进来的暴龙风格不太一样，第一组最让他有上班的感觉，我们让他觉得像在工作。对。
你们很敬业的把这个气氛拿。还是应该我们要换一个解读方式，我们比较干练。哎，对，修正讲法，修正这样听起来好多了。干练。Hello，嗨，来，那个时候就觉得天啊，娜娜好夯哦！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意的对象就 Chris 也在那边，我就在想说，哦，那这个局面我就先观察好了。刚刚有人说觉得你是忙内，但你们俩可能都是忙内。忙内是什么意思？就是老幺。哦，你猜错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感觉都资料。你为什么没有看《甄嬛》？甄嬛好看呢。我知道很好看啊，我比较看美剧。啊，你看什么？我看很多次《实习医生》啊，超级喜欢里面，而且里面的歌也太好听了吧！等一下，我们完了，你是说韩剧？没有，我讲的是美剧哦，《Grey's Anatomy》。哦，《Grey's Anatomy》。对啊，我看3次哦。Derek 死掉之后我就没有再看了。反正他们两个后来就是超 match，就是他们两个都有看同样的剧，然后就是很多共同话题，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我插不进去了，那好吧，还是我就先观察这样子。我觉得今天才第1天，所以没关系，就是看到2个在意的人，然后他们聊得很开心，那我也会觉得很好啊。科普一下，就是整个就是超大只，然后超强势，很有性张力那种，然后声音非常有磁性。忙那种几晚来，他们现在在聊美剧，有看吗？美剧，有。你看什么？你看什么？我之前爱《摩登家庭》。哦，我也很喜欢。完了。你都跟我一样东西吗？我跟我就一样。对，资料单位。这么快就那个？对啊，我们很像哎，我觉得我们蛮像的。我有遇到我感觉同质性很高的人，就是玩，我觉得跟他好像蛮多共同性的，然后就很想要一直依偎在他身边，觉得靠在他旁边很有安全感。你是第1位。真的吗？没有骗我，没骗。我确定一下。有漂亮的大浴室，我可以去看一下吗？可以。我刚刚已经看了很久了，但我跟你说，我觉得那个拉帘要拉起来，因为我发现从那边的沙发可以直接看到这边。哎，你是太情趣了，就是现在看不到，但是如果你坐在那边可以看到，一楼有那个完美的风景，对，但是可以看到超漂亮。我也有点惊讶，我会蛮好奇他为什么选择进来我那一间。喂 ，Hello， 你也太热，开始到讲故事环节，快进来。因为我一开始就有在想，如果3个人的房间里面没有人进去的话，那蛮尴尬的。所以我一开始有在想，要不要就是可能去别人的房间，因为我其实知道应该娜娜的房间会蛮多人去，对，所以我还是走进去，然后就觉得哇，超多人，然后就是可能也聊不到什么，但反正就这样。Hello， 我们现在是要聊天嘛？我是最后一个上来的。对，我选择房间的时候选择了艾莉的房间。虽然羊驼有3个，可是另外2位娜娜跟小哲，他们都感觉蛮能自处的。其实我没有特别想说谁会选他们，我只觉得他们2个好像没有人选也不会怎么样。但是艾莉的话，我会觉得她好像感觉上比较需要被照顾一点，这是我主观的感受。我没有特别的倾向，那我就去艾莉那里，然后也可以跟她多聊聊，看她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当然，人家也不一定要需要我啦，只是我当下的选择。现在很紧张的时刻了。怎么样？很紧张的时刻。你刚刚这个选择呢，是要选今天的床伴。真假的？真的。
然后今天这么有给劲这一间只能睡2个人。看得出来。我可以睡沙发了，我可以睡这个。那我们选2个好了，我睡这里。所以娜娜你只能选1个，然后其他人都要我觉得当羊驼比较难。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羊驼的功课，这就是羊驼的责任的爽点。爽点就是你不觉得羊驼才是真正选择的人？反客为主。我现在立马要选吗？对。床伴。Oh my god！ 救命！等一下，我选1。好，那其他人我们先去别的房间。哦，救命！拜拜，拜拜，下次再见。好的，可以轮流了，大家。当时选床伴的时候，可能 Chris 给我的第一印象最好吧。就是可能他很懂得怎么让人家感到很自在，但是我会有点担心他要过于消耗自己的能量去在乎别人自不自在。但选择1就是觉得，他有办法更自在的做他自己，活在他的小小世界，那我也可以对，就不太顾彼此这样。我为什么会选你？是因为这样，也不要说一个，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双鱼座。哦，真的哦。我真的我是认真喜欢。我们风评很差我不知道为什么双子的风评好像也不太。对啊，但是我真的喜欢双，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是我朋友给我的，我最好的朋友双鱼座，就很喜欢。我们也会变很好的朋友，有可能哦。期待。后来床伴他有选择我，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蛮荣幸的，对不对？可是他有说他的好像很好的朋友是双鱼座，所以他可能觉得双鱼蛮好相处的。目前还没有太深聊，就是期待可以再多认识他一点。嗨，你要坐中间吗？我们盖了一个棉被。我们要盖这被子吗？他就会冷没，不然你要怎样？你可以不盖，你可以不盖。要一起聊吗？对，都坐 Ellie 腿上好了。我好像一出来的时候就有听到那个小泽的房间有一些声音，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直接去 Ellie 的房间。而且加上第一次去 Ellie 房间的时候，他房间是5个床位，所以感觉最终either way我们都会到那个房间，所以就直接进去那个房间。Sorry， 我也会分心。没事，可以。请加入。我那时候其实倒也不是想着 Ellie 那边是比较多人的房间，而是想着我第2个人选就是小泽，就是我就想要跟小泽再多深入，所以我就进到小泽的房间。然后那个时候刚好9旭也在那边，所以好像就蛮自然而然就变成是说，好像我们3个人今天就是在那个房间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泡澡的意思。这么爽的吗？我想去看其他间的。可以啊。你在哪间？你看你来了哟！为什么我是双人？因为牙膏吗？可以睡这个吗？小，我跟大家一起不好，我睡这个。我可以睡单人床吗？我们猜拳，你们猜拳。猜拳是不是？等下等他们。大家都要睡单人床。对。那我今天也不用睡，我要来泡一下。2生大家可以一起进来，然后早上先一起做个瑜伽。我刚刚有做在那边睡觉的时候，我在想，今天伸展吗？这个完美做瑜伽，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放那种颂钵的音乐，然后每个人开始先冥想。你知道我最近开始在放那个自然的音乐。我最近在洗澡会播那种就是鸟叫声，就是流水声，下雨的声音。对。下雨的声音，然后会有配那个颂钵那个。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反常的，然后就是高频率那种，对，然后就觉得脑波得到安抚，一定觉得很好笑。我继承在这儿。Ellie，你还好吗？还行。请问我妈怎么睡？刚刚那个 Chris 说他要睡着。
好啊，我都可以啊，没有。刚刚想猜一下，想睡的人猜一下。我其实好像没记。我现在试一下。广告时间。如果你可以自己进去恋爱女子宿舍，你会最想要玩哪一个环节啊？我全部都想玩呢。现在真的可以了哦。啊？可以吗？现在我们在办3天2夜的线下活动，节目里的环节都可以亲自体验哦。那去了之后会有哪些活动啊？像是羊驼与暴龙、心动拍卖会和真心话大冒险，而且线下活动没有摄影机，不会有被拍摄的压力。这真的很棒哎，甚至不用有跟外人出柜的压力。对啊对啊，在蓝狐盟的社群平台发布日期后的1周内报名，还可以有9折优惠哦。报名链接可以在置顶留言找到。这样子就现省1180了耶，赶快找我们一起玩。这是针对这个节目出的。你今天走进这栋宿舍的时候，心里冒出第一个念头是什么？跟你原本想的一样吗？你先回答。好奇、期待，没有紧张。那有人紧张到？他很紧张，他很紧张。已经到沙发那边，他就直接跟我讲话了耶。谁？他。对，不然嘞，不然你们要干等啊。不是，你说你进来我就跟你讲话，对，你就直接跟我讲。我不能跟你讲话吗？没有可以，只是我觉得太顺，怎么会那么顺？太顺，太顺就坏事了。我就想说，哇塞，你是真的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说你是 NPC。你说我是已经被安插好，然后放在那边，因为已经顺到，我觉觉得。可是小鹿进来也是啊，小鹿进来直接说我是小鹿。没有小鹿那个姿态不能，小鹿是直接就一边走一边讲，他说我是小鹿，他没有这样讲，你就 KOL 了吗？他没有摆动边走边拍 reels。哦，你 Ellie，我看不到你，所以我来这张 pass 给他。我有在意 Ellie 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会觉得他话比较少，所以我会想要就是 cue 他。念给你听哦，你还记得吗？好贴心哦！你要帮我回答。不行，我一直回答就好，要自己玩这样子。你不是最喜欢独处吗？好你还记得你上次心动是什么时候吗？为什么？就是什么样的场景让你心动的？唱会。不行啦，不行，偶像。追到底哦！你太久了，想不起来。我回答。好，你来。太帅了吧，救场。先锋，唱不下去了，先锋来了。上一次大概半年前，什么样的场景？在酒吧的时候。好像一开始小鹿就把一些很艰涩的问题跳过，然后故意丢给 Ellie， 就叫 Ellie 回答，然后。Scarlett 看到之后，他就观察了一下，他就说：“好啦，这题我来答。”然后那时候就突然觉得，其实 Scarlett 蛮帅的。你是一个容易吃醋的人吗？什么样的情形会让你吃醋？大家现在特别认真吃，怎么回事？不想跟你有眼神接触。那不然就九阳。九旭，对不起，你刚刚叫我什么？对不起，好像是一个建设公司，九阳建设，好像是一个建设公司。因为我觉得我对感情的要求就是最基础，是我会相信对方是一个全心全意专情在我身上的人。然后好像之前有可能别人问过类似的话题是什么？会不会担心对方可能出轨，或者是认识新的人？然后我会说，如果我光跟这个人在一起，他都要让我有这样的顾虑，那我从一开始就不会跟他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我对我的伴侣是采全然的信任制，那他就是最好就是能做到这件事情。不太会有吃醋的情况。如果要吃醋，应该比较像情趣，打打闹闹。对。好回答，真的好会回。教科书，拜托。它有点 GPT 的感觉，就是有点可能 Gemini GPT 很有系统的列出来讲出来。大家会说他的回答有点官腔，但是或者官方就是标准回答，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有时候是要经过非常非常多的思考跟经历之后才能够得到的一些看法，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蛮印象深刻。九旭他是很健谈的人，我不知道职业，但我觉得他很像老师，很想更深入了解他。
请问 Alva， 我对，就那喽。好，到目前为止啊，你觉得这一桌的人里面，谁最接近你平常会喜欢的类型？然后为什么？这么刺激是不是？其实还好，你只要讲特质。特质？你感觉没有在怕，来吧。可是我每次喜欢都不一样啊。大声点，我听不见。什么综艺听不太到。小鹿，我觉得小鹿超好笑，他反应很快，然后很活泼，很喜欢乱说话。要看当下的状况，因为我每次选都不一样。那当下就是现在，对，活在当下。对，聊天舒服的人，不要太偏激的人，有自己想法的人，不要太偏激，但是要有自己想法。这一桌的人里面，就10选1。那我纯外貌。外貌对，这个自己喜欢的。对了，可是你现在在挖坑给我跳？没有啦。好，给你选2个，给你选2个，这样比较好吗？有啊，我选3个，三个好了，选3个，好不好？3个，好，股票分析师说话，3个，4个好了，4个，四个，我选最活跃的。不行，只能选3个，不行讲4个太多了，你要讲你真的心里面的，3个就好了。好，那我今天先选这3个，明天再换哦。好，我今天就选小鹿。我要选我，谢谢。只要问他问题，还有问题就可以选。还有，快一点。9去。还有，完了，我忘记名字了。完了。指的用指的。Scarlett，好，我是不是记不起来名字？对不起。我觉得他是很认真在回复，我还没有跟他有更多的聊天，但是觉得他应该内在也是有趣的那一块吧。我觉得他应该也是算慢热。如果明天节目就安排你去跟一个人约会，你现在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来哦。Ellie 躲不掉喽。对啊，必须要选嘛，大家可能就要选。要不然就好，谢谢，谢谢。远亲不如近邻。回答问题不搞定问问题的人。娜娜感觉是一个很冲的人，就是跟她穿的衣服给我的感觉蛮像，是一个那种猎豹的感觉。Ellie 的话，我觉得很像一只鹿，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2个坐在旁边，其实还蛮搭配的。室友先结束的时候，可以带走一个人，以你现在对大家的初步认识，这样带走，身上带他。刚刚讲话很有带我吗？很有知识。好，你们羊驼都互选就好了。我们暴龙不用玩。你觉得暧昧期里面最甜、最让人心跳加速是什么样的瞬间？可能是有肢体接触吧，因为我觉得女生跟女生好像本来就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个人不常，我完全不会碰我朋友，然后我朋友碰我会觉得有点恶心的那种。真的哦，我刚打了你好几下哎。没有那个还好，那个还好。对。现在心动所以就是没有，所以就是不是这种肢体接触，我没有喜欢被打。你不要歪了，没有让你解释。反正就是这会是主要的区别，这样。肢体接触。好，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吸引别人的特质是什么？身边的朋友有跟你说过吗？这种被说过很安静，然后就没有。那你有觉得很安静这点是你吸引别人的特质吗？我说有，我会讲。我大概从国中就有被人说以为是哑巴。真的假的？好恶毒哦！好没水准的人。好的呢。就别人称赞你或者是说喜欢你的点，通常是什么？应该没有。怎么可能没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吗？还是你选择无视？还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应该我自己觉得没有。自荐一下。你自好。感觉你可以开启它，但是他安静这点应该是伊人的吸引，就是好。那你觉得被伊人玩好玩吗？不好玩。他摇得很大力哦，他摇得很超不好玩。
他眨眼眨得好优雅，就是他眨眼的那个速度是很慢的，然后就会看到他那个睫毛这样慢慢的上下，我觉得没看过有人眨眼眨得这么优雅，就是跟他讲话轻声细语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你可以学一次。我的睫毛很短，所以然后我眼睛也很小，所以学不太出来，但是他大概眨眼的时候就会像这样。然后就有一种就是你不信哦，你不喜欢不被信任感。可是我觉得他也蛮主动帮忙的，因为今天我有在那边洗碗的时候，他就是也有一起在那边收拾，然后我们就有小聊天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慢热而已，然后他很需要自己的空间。现在我会发给每个人一支笔，还有一张纸。纸的话会有2张，一张是红色，一张是白色。红色呢，代表我想要跟这个人约会；白色代表我对你有点好奇，想多了解你。那待会你们就在卡片上写上那个人的名字。才刚认识大家嘛，我其实没有很快的就想说谁特别想要约会，谁特别想要了解，因为我其实这个约会我也是想要透过这个约会去了解这个人。会觉得啊，只能写2个人，是因为其实有蛮多人我都蛮好奇的，然后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更深入的谈话。待会要来猜猜看，猜刚刚有谁写到你自己的名字，不管是写约定卡或约会卡都可以，只要有写到就算。所以如果你猜到的话，你就可以对那个人提一个问题，然后他一定要诚实回答。那如果你猜错了，你就不能问那个人问题。要去猜谁写了自己，这个心情蛮复杂的，因为我原本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人写我。太难猜了，因为才第1天，所以真的不确定谁会写到自己。这完全是开盲盒。猜李恩。有。你太大了，你为什么那么兴奋？没有啊，不会讲话。我猜李恩，有2个人坐在我对面，然后我觉得他们2个给我的眼神都是你可以猜我，对，就好像有收到这个讯息吧，因为他就一直说我很好笑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猜一个人，然后他说没有，那我觉得我会带给他困扰，对，所以我想要猜中，所以就猜李恩。你是观众吗？在看人家谈恋爱是不是？你写的另外一个人有没有跟你坐在同张沙发？有。真会问。我觉得意外的是，娜娜她猜李恩写给她，然后还猜到李恩有兴趣的另外一个人跟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意外的是，我可能还没有看出他们中间的化学反应，然后怎么会除了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我没观察到之外，他同时还观察到了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化学反应，我觉得很厉害。我猜你想要跟我去打篮球。我很想跟你去打篮球，但是我没有嫌你。哦，好。我当初猜 Chris， 但我那个其实有点在乱讲。老实说猜不到任何人会写给我，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感受到有任何人可能对我有兴趣。猜 Alva。有。好，那我问问题。我问。你写的是红色还是白色？要作弊了，要作弊！哇，我写的是白色，可以接受。OK， 我的白卡是选了小鹿，我的红卡是选 Zoe。然后小鹿是因为我觉得他很活跃，但是我没有更多机会认识他。然后对 Zoe 是我们在休息空档的时候在房间有跟他小聊了一下，所以好像觉得他的 vibe 跟我好像蛮契合的，所以想说透过约会认识他多一点。你有写我吗？
没有，OK， 谢谢。我其实没有觉得有人会写我，但是我真的硬要的话，你会不会？你是不是你想过去打篮球？是不是？哦，可是我也没有写你。好，你们根本就没有很想跟对方打球，你们就只有嘴巴上想打，但身体不想打。OK， 好，大家都说说在，好难过。就两个不知道在干嘛。心里想的是也没有太意外，因为至少从整个晚餐的过程，我没有觉得会有人的红牌或白牌写我的名字。艾莉，到你了。我猜肉里没有。哦，好。我猜小鹿。没有。我猜。艾莉，你说要带我回家，你有写我吗？有啊，有。我手要做到我写。好，我来问，为什么想带我回家？刚刚那个卡牌的问题。会好奇你看什么书哦，好。我白色的纸条写小哲，大家有聊到就是看跟朋友会不会有火花，他可能会认识越久越喜欢对方。虽然我不是这个类型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很吸引人啊，就是会想进一步了解，就是他在想什么。你要写我吗？有。还是会有一点在乎自己在意的人有没有选择自己吧。猜对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很开心。你是写白色吗？不是。什么？你有写我吗？没有。待会的话，就是我们要选择明天约会的对象。那刚刚收到最多卡片的优先选择，可以选很多个吗？因为有一个心跳会更加速的对象我没有选。我红色也写你。速配成功，两个人都是互写红色卡，我就想说，哇塞，这是可以免费看的吗？今天最让我心动的一个瞬间，刚刚在上楼的时候，我就是表现得很累，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需要按摩啊？你感觉就是一个累坏的小生物。”然后我被他这样一说，我就天哪，我不知道，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回什么，心动。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来宾们参加节目前的面试片段、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来宾们观看播出后的第一反应。但你要注意，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哦。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哦。